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琛哥的复古频道。作为一个冷门领域的创作者，我几乎每天都收到咨询尺码的消息。当类似的问题积攒足够多了以后，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微小的整理工作，所以我弄出了一个可以全员编辑的大文档，汇总了部分玩家的尺码数据，包含了品牌、型号、尺码、脚感等信息，方便大家查找参考。如果能帮到大家，欢迎给个一键3连。这个表格我放在了下方的视频简介里面，同时在工装靴公众号回复尺码也可以得到，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应该更进一步，让大家从底层原理上搞清楚为什么尺码难选，以及到底应该怎么选尺码，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去搞明白尺码问题，并且让明白的人去教会萌新，从而大大提高效率。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花费很多时间做了这个视频，把你们教会了，我就又可以去摸鱼了。理论上，本期尺码指南不仅适用于工装靴，也适用于一般皮鞋。因为我除了工装买了不少以外，正装的那些经典品牌我也买了一点点。我自己就是一个深陷复古消费主义陷阱的人。既然自己陷太深了，那就很有理由去劝阻各位不要进这个坑。总之，凭借着比较丰富的购买经验，我发现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我才敢来输出这种内容。好，下面开始。要说买鞋选尺码为什么这么难，首先自然是品牌的原因。不同品牌会有不同的尺码体系，目前主要的体系有4种：英码、美码、欧码，再加上一个国际标准尺码体系 Monopoint。基本上每个品牌都会在官网弄一个尺码换算表，方便消费者来参考选码。但是即便处于同一尺码体系中，不同品牌的换算表会有所差别。比如某品牌 A 用的是英码体系，官网尺码表上英码和美码的数字相差1；某品牌 B 也是用的英码体系，但官网尺码表上这个数字的差值却变成了0.5，而且欧码的数据也对不上，这就让人非常纠结了。同一个尺码体系下都这么纠结，那么不同尺码体系就更麻烦了，因为不同尺码体系的放码标准是不同的。大家肯定知道，鞋码越大，鞋楦的长度以及各个维度也会越大。一般来说，英码和美码是同一放码标准，而欧码和国际码则不同。具体定量分析的话，精确数据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暂停观看。那么问题来了，当一个尺码体系换算成其他尺码体系时，有些尺码很难对应上，往往需要4舍5入。我这里举出一个比较通用的尺码换算公式，其中 L 是毫米数较长，实际情况中不同品牌会有不同的换算公式，导致换算结果有所不同。把这个公式做成表格就是这样，可以看到不同尺码体系因为放码标准不同，导致在换算尺码时很难精准对应。所以说，如果你只知道自己穿43码，然后根据品牌的尺码表选了一个对应43码的美码，等收到鞋就会发现尺码可能会错得很离谱。在经典男鞋这个领域，英美码是绝对的主流，欧码次之。至于根据脚长制定看起来最为直观的国际码，虽说它确立至今已经50多年了，但因为老牌鞋厂坚持自我，导致这一标准体系很难推行，目前几乎没有品牌在用。此外，还有些历史比较短的小众品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用的哪套尺码体系，或者说没有尺码体系。再就是有些日本品牌喜欢用自己的尺码，把数字故意标大，类似的例子很多，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迷。当然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部分日本人很喜欢以小充大，现实里越是小就越倾向于装得很大。就像我当年第一次去人野八海，去之前我真的以为会很大很海，到了才发现其实就是几个小水塘。目前市面上做鞋的品牌多如牛毛，当你不知道某个品牌属于什么尺码体系，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换算的，仅仅凭借几个尺码表来选码的话，真的就很容易翻车。因为你会发现不同品牌虽然尺码数字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其实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以上讨论的是不同品牌的情况，现在我们聚焦到同一个品牌上面。当你去搜索一个品牌时，会发现每个品牌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鞋楦，少则几个，多则大几十个，每种鞋楦各部位的长度和维度是不同的，由此可以适合各种不同的脚型。然后呢，同一鞋楦会有不同宽度的区别，比如美码一般用 A B C D F，
英码一般 CDFG， 虽然说字母看着一样，但它们并不对应。再就是宽度的排列组合也可以五花八门，比如小白 Westco 会有3个 A、4个 F 这样的罕见宽度。由于楦不同和宽度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穿同一品牌的尺码也可以不同。比如很多人 Weiberg 310穿 7.5E 合适，但2030则需要穿 7.5EE 或者 8E。 好，就算把同一个品牌、同一个楦、同一种宽度全部固定下来以后，还会发现不同的鞋款设计也会导致尺码的不同，比如系带的靴子和不系带的切尔西、乐福、工程师等等，尺码差别也挺大的。此外，不同皮革材料和不同的工艺结构也会影响到尺码。所以大家看，像以上这样 N 个品牌、N 个尺码体系、N 个鞋楦、N 个宽度、N 个款式，一通排列组合之后，就使得消费者越搜越迷糊，对萌新极其不友好，往往两眼一抹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码了。但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既然不知道怎么选，那就不选，直接不买立成100%。记得时刻警惕消费主义陷阱，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鞋。好，说回正题，上面我才仅仅讲了品牌的原因，估计就已经劝退不少人了。然而下面还有更多原因。很多人觉得自己两只脚是对称的，从而认为左右脚感不一样是鞋的问题。其实恰恰相反，由于一些先天和后天的原因，大多数人两只脚并不对称，往往存在着细小甚至肉眼可见的大小差别。所以选码的时候最好根据大的那只脚来选。此外，人的脚分为不同的脚型，比如罗马脚、埃及脚、希腊脚等等。人的前掌宽度、脚背维度、足弓的高度和长度也千差万别，有的足弓高，有的扁平足，还有的人会有拇指外翻等等毛病，这些都会影响到尺码。况且脚是活的，走动久了以后各部位会充血肿胀，选码的时候也得考虑到这一点。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随着年龄和体重的变化，你的脚也会变化。一般体重变动20-30斤就可以插半码，从而导致以前合适的尺码后来又不合适了。最后是店铺的原因，经营高品质鞋靴的店非常少，实体店就更少了，能叫得上名号的这么多年了，始终就那么几家，所以不太容易试穿选码。就算去到店里了，会发现店里的现货往往非常少，你想买的不一定能试穿。再就是店员懂得非常少，为了交易成功，强行说你穿着合适，多磨合磨合就好了。最后，店老板店员非常牛逼，对潜在买家不够友好，经常把我是你爹挂在脸上，问就是手工痕迹，美式风格不懂别买。当然这可能也算是一种销售策略了，通过用脾气和臭脸来过滤掉部分买家，剩下的就是真正想买的真爱粉了。所以吧，这领域的商家、代购、倒爷来去之间就那么些熟面孔，而且每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黑历史，萌新小白一搜索就傻眼了。不得不感叹，买点东西是真的难。OK， 把以上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造成了国内玩家买鞋选尺码的艰难。好了，上面一不小心就讲了很多，希望大家能从底层逻辑上弄清楚尺码的复杂性。下面就来简单讲讲如何选码。其实说白了，选码的核心就是解决你的脚和目标鞋楦匹配度的问题，所以第一步就是了解你自己的脚。这一步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相信大家这么多年了，多少也积攒了一些买鞋的经验，对于自己脚的肥瘦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所以觉得自己脚肥的就不要轻易尝试那些很窄很修的款式了，反之亦然。但为了详细了解自己的脚，这里介绍几个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尺来量一下脚长脚宽，记住要穿上自己习惯穿的袜子，然后踩地上围着脚画一圈，就能得到基本的2位数据。在此基础上，再自己用卷尺量一下前掌维度、脚背维度这样的3位数据，与网上其他人的数据多比较一下，就基本心里有数了。懒得拿尺量的话，可以在 App Store 下一个 Avanta 3D Fit， 通过软件的指引也能够得到数据。还有一个方法是使用 Brannock 装置，这个是美国人在1920年发明的一种量脚器，是很多国外鞋店的标配。店员会使用它来帮助客人确定尺码。我记得国内 Radiance Blue 和 Take 5香港店也有配备。这个东西买一个估计400-500吧。另外网上也有下载打印的版本，
使用它也可以得到脚长脚宽这样的2维数据，但好处是外网有巨量的量角器数据可供参考。我这里找到一份相当全面的表格，是 Reddit 的热心用户整理的，使用它可以快速通过 Brandhawk 数据定位到某品牌、某型号的大致尺码，其中有的还记录了穿着感受，方便大家进一步参考。视频开头我提到我自己也整理了一个国内玩家的表格，这2个表格我都放在视频简介了，大家可以自取。工装靴公众号也同步放了一份，回复尺码就有了。把这2个表格综合起来，就能够显著增加盲具的信心了。好，了解了自己的脚以后，第2步就是去了解鞋楦了。首先得摆正心态，你必须明白，不可能每个品牌的所有鞋楦都适合你，所以那些有很多楦型、很多宽度可供选择的品牌是比较友好的，意味着你有更大的可能性挑到适合自己的楦型。这方面部分正装品牌就做得很好。一般来说，品牌会在官网上描述一下鞋楦的大致风格以及大致适合的脚型，其中做得比较好的就是 Camina 了，它还给出了不同鞋楦的维度对比图，非常直观。根据这些信息，你可以选出可能适合自己的楦型。总之，楦型越多，宽度越多，尺码越完善的品牌，消费者就越容易买到适合自己的鞋。接着，我再给几条通用的选码建议。第一，不要在不同体系之间换算尺码，而是记住自己在每个尺码体系里的鞋码，比如英码皮鞋是多少，美码工装靴是多少，欧码运动鞋又是多少。对于购买经验不足的萌新来说，一换算就很容易翻车，尤其是用运动鞋去换算皮鞋的时候。有个比较直观的方法，就是参考自己的脚长，然后根据品牌标明的国际码来买，这样一般不会太离谱。第二，先搞定弘毅或者 Auden 的尺码，很多品牌会以 Redwing、Auden 的尺码作为参考，比如建议和 Auden 的 B 楦尺码相同之类的，所以通过以上办法确定自己弘毅或者 Auden 的尺码之后，再买其他品牌就好办了。第三，买大不买小不一定正确，一般大太多的鞋子会影响走路平衡以及长期的足不健康等等问题。一般来说，新鞋略紧一点点是比较理想的状态。第四，考虑皮革的影响，马臀延展性差，凸度延展性好，所以如果马臀买小了就赶紧退换，因为真的很难磨合。如果是酷的话，则很容易撑大。第五，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己通过鞋垫、袜子、鞋带拉紧程度来调整脚感。我觉得吧，对成鞋的要求不要太高了，差不多合适就可以了。实在要求高或者脚比较特殊的话，那就加钱嘛，直接 bespoke 搞一个自己专属的楦，这样就忽略选码问题了。至于最后一条建议，当然就是试穿了。通过本视频，你已经可以掌握很丰富的理论知识了，但知识再丰富，最终也得通过试穿来检验。目前任何方法都替代不了试穿的作用，鞋子合不合脚，终究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一般穿上脚了，才能发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比如足弓合不合适，有没有后跟空旷，磨脚趾背面，鞋帮顶脚踝骨头等等各种奇怪的问题。所以附近有实体店的话，多去逛一逛，注意不要被销售忽悠，买了不合适的鞋。其实吧，如果你认真观看我输出的内容，相信你会比销售更懂鞋。如果去不了实体，那就找一找支持7天甚至14天无理由的商家买来尝试，可以买3退2。极端点的话，可以学习油管上的 Rose 大神，一次买8双，把相近长度、相近宽度的都买了，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尺码。有些小众款式需要全网搜寻，比如 eBay、闲鱼、Grailed、日拍、煤炉等等。打开你的思路，其实这些平台上也有很多全新的东西，可以买来看看。实在不行就亏点钱卖掉，有些学费总得自己来交的。另外，如果认识关系比较好的同好，可以 PY 一下试个码。总之，办法总比困难多，多看多试，最后再下手，才能显著降低翻车概率。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尺码，那就继续不买里程100%嘛。所以说，尺码的复杂性有一个好处，就这么显现出来了。它可以在你查找研究尺码的时候，在你看了这么多款式之后，会让自己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中毒，对吧？很多款式看久了发现也就那样，就像你盯着一个字看久了以后，就会发现自己不认识它了。这样一来，不知不觉就省钱了。也就是说，你通过看我的视频获得了有用的信息，增长了知识，
在这个知识付费大行其道的年代，你不仅没有花钱，反而还省了一大笔钱。这种 ROI 简直无穷的事情，难道不香吗？好了，该讲的差不多都讲到了，最后来做个总结。造成买鞋选尺码难的原因主要有品牌的原因、脚的原因和店铺的原因。想要选对码的话，需要你了解自己的脚，找准适合的鞋楦，再根据几个通用建议以及整理好的2份表格数据，去确定最终的品牌、型号、配置、尺码等等。大家可以暂停一下做个笔记。OK， 今天就侃到这里。本次视频还是延续了之前毫不拖泥带水的风格，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选码。如果没看明白，可以多看几遍。希望你一定要学会选码啊！下面请允许我来自吹自擂一下。目前这个领域还没有人像我一样花这么大力气去把一些基本盘讲透彻，并且带来第一手的原创内容。我本身的确很想在这个快餐时代做一些不一样的、不碎片化的反快餐内容，所以现在关注就是老粉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可以，欢迎一键3连表示一下，这就是对我努力做视频最好的鼓励了。这次我会从评论里随机选一位，送双 V 底固特异短脸靴子。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